說到底啊，只要你夠強大，你连过日子的方式啊都会成为世界的標準答案。只要你夠自信，你連呼吸的節奏啊都會成為世界的潮流節拍。同志們，以前我們追着西方喊國際化，覺得星巴克、西裝、冰美式才叫高大上。現在倒好，老外捧着保溫杯，穿拖鞋，煮小米粥，把成為中國人當潮流，連喝口熱水啊都能在海外封神。就在2026年開年，成為中國人 Chinese Year、中式生活這3個話題啊，直接炸穿了 TikTok 全球熱搜榜前3，總播放量狂破60億。這問題來了，這到底是玩梗風，還是世界真的變天？為什麼偏偏是2026年 Chinese Year 突然火？一杯熱水，一雙拖鞋，憑什麼征服了被高大上綁架了幾十年的西方年輕人？今天這條視頻啊，咱們從根兒上扒明白，以前的國際化是西方有啥我们學啥，現在的國際化是中國有啥世界學啥的底層邏輯。看到最後啊，你絕對會說，原來這樣才是真正的大國底氣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老友記，我是大钊。先問大家一個扎心的真實問題：10幾年前，咱們嘴裡的國際化是不是等同於西方化？還記得2006年我上大學時，那時候誰要是手拿着星巴克的紙杯，走路都帶風；誰家裝修成歐式風格，客廳擺個羅馬柱，那在小區裡絕對是上流家庭的象徵。就連談戀愛，男生請女生喝冰美式，都比請喝豆汁兒有面子，仿佛呀不沾點西方味兒，你就不夠時髦，不夠高級。那時候的潛台詞啊特別明確，西方等於先進，我們等於追趕。西方有的我們必須有，西方沒認可的再好也不算國際化。就像《論語》說見賢思齊焉，只不過那時候我們誤以為只有西方才是賢。可你再看看今天的 TikTok， 畫風呀完全反轉。美國博主雪莉拍了條視頻，一本正經對粉絲說，從明天開始你要變成中國人，反抗無效，你是被選中的那一個。結果這條視頻播放量破億，評論區啊全是老外曬自己的中式日常。你今天是不是又喝冰水了？我叫你喝熱水，熱水，你喝冰的。Not very Chinese of you, I gotta say. 近日，華裔博主雪莉的系列視頻在 TikTok 引發了一波中式生活潮流。她在視頻中呼籲大家喝熱水、喝蘋果茶、穿拖鞋等，用幽默的口吻調侃無論你是什麼種族，看到這個視頻，明天你就是中國人。她詼諧搞笑的風格使得多條視頻成為爆款，其中一條視頻播放量接近500萬，外國網友留下上萬條評論，許多人表示我剛成為中國人，我保證我明早會開始喝熱水。有個美國姑娘穿着棉拖鞋，捧着保溫杯，教大家怎麼泡枸杞，還強調水溫必須80度，不然沒效果。更絕的是有個德國大廚練8段錦，練得有模有樣，還糾正網友不是隨便比劃，這是《黃帝內經》裡的養生智慧。同志們，你細品這個反差，以前我們追着西方學，現在西方普通人追着我們的日常學。以前國際化是西方的專利，現在中國化成了世界的潮流。這不是一夜之間的變化，這是時代的大轉向。而這個轉向的密碼就藏在我們的煙火氣裡。來看第一層反差，當年我們學西方，現在世界學我們。我先帶大家回憶一個場景：20年前，如果你說我不愛看好萊塢電影，不聽英文歌，周圍人肯定會說你土，跟不上時代。如果你喜歡穿唐裝、喝花茶，大概率會被調侃老古董。那時候的國際化邏輯是單向的，西方輸出標準，我們被動接受。就像《禮記》所說，移風易俗，莫善於樂。只不過那時候的樂是西方流行的樂，好萊塢的大片是星巴克的咖啡文化。我們以為只有模仿這些才能融入國際社會。可現在呢，情況完全反過來了。外國網友的關注點從中國有什麼奇觀，變成了中國人怎麼過日子。而且不是官方推廣，不是學院研究，是普通人自發的沉浸式的模仿。你去看 TikTok 上熱門話題，什麼 Chinese lifestyle， 裡面全是老外分享的中式生活清單。在家必須穿拖鞋，每天喝8杯溫水，早上喝一碗熱粥，冬天泡腳，過年貼春聯。甚至有老外專門建了個網站，總結成為精神中國人的100個步驟。第一條就是扔掉冰可樂，換上保溫杯。這裡插個笑話，
有個老外拍視頻吐槽，說自己跟中國朋友學煮饺子，結果把馅儿包在了皮外邊，還委屈地說我明明按教程来的，為什麼中國人包的餃子是圓的，而我的是扁的？底下中國網友評論，這叫創新，你這是反向餃子，屬於中式美食的新流派。大家別覺得這只是玩梗，這種模仿背後是深層次的文化認同。孟子曰：行之而不助焉，習已而不察焉。意思是當一件事成為習慣，人們就會自然而然地遵循，甚至忘了為什麼開始的。現在老外學我們喝熱水、穿拖鞋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他們可能不知道《道德經》，但他們知道這樣生活更舒服。他們可能不懂中醫理論，但他們知道這樣身體倍兒棒。這種從奇觀為觀到生活化參與的轉變，才是真正的文化輸出。以前我們總想着把《論語》《孟子》翻譯成外文，讓老外來讀。結果呢，效果甚微。現在倒好，一杯熱水、一碗粥、一雙拖鞋，反而讓老外主動靠近中國文化。這就印證了一句文化輸出從來不是高深的理論開始，而是從讓別人身體舒服、生活方便開始。說到這兒，肯定有家人会問，為什麼是現在？為什麼偏偏是這一代西方年輕人開始迷上中式生活呢？答案很扎心，他們被自己那套高大上的國際化生活方式給榨乾了。大家看看西方年輕人的现状，冰美式當水喝，早上一杯，中午一杯，晚上還要一杯，美其名曰提神，實際上呢就是牛馬的飼料。沙拉當正餐，葉子上撒點醬，就敢叫健康飲食。工作996是常態，甚至比我們還捲。情緒出了問題靠吃藥，身體不舒服靠硬扛。為了維持精緻的生活，每個月的工資大半花在房租、健身房會員、奢侈品上。明明負債累累，還要裝出歲月靜好的樣子。牛津大学2024年的全球幸福指数報告顯示，美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的15至24歲年輕人幸福感比其他年齡組低30%。美國年輕人的幸福感甚至降到了中年危機的水平，也就是你剛畢業已經開始中年危機了。報告裡說經濟壓力、住房成本、政治兩极分化、社交媒體焦慮正在壓垮西方年輕人。我給大家講個真實案例有個美國姑娘叫艾米，在紐約一家投行工作，每天早上6點起床，喝一杯冰美式，吃一片面包，然後擠地鐵上班，晚上11點才能回家。周末還要去健身房打卡，參加派對，維持精緻中產的人設。結果去年她因為長期熬夜、飲食不規律、胃出血住院了。出院後她刷到 TikTok 上中式養生視頻，開始嘗試喝熱水、煮小米粥，晚上10點睡覺。結果不到1個月她發現自己不失眠了，胃也不疼。她在視頻裡哭着說，她以為以前生活就應該是高壓精緻的，直到她開始過中式生活，才知道原來人可以這麼不用折磨自己。這就是西方年輕人的痛點，他們追求的高大上是精緻但昂貴、體面但高壓的生活方式。這種方式讓他們形神分離。人是自由的，身體是垮的，思想是先進的，精神是空的。而《黄帝內經》早就告訴我們，形與神俱，而靜中其天年。意思是身體和精神要和諧統一，才能健康長壽。中式生活的核心就是順應自然，以人為本，不折騰自己，不勉強自己。這恰恰擊中了西方年輕人的痛點。就像有個老外說我們花了幾十年追求國際化，結果發现最舒服的生活方式居然在中国普通人的日常裡。這句話道破了所有真相。再看第二层真相，精神中國人不是立場，是體驗。现在網上有個爭議老外說自己成為中國人，是不是政治立場問題？是不是跟風蹭流量？我告訴大家一句大實話，絕大多數老外壓根沒想那麼多，他們關心的只有一件事，這套生活方式好不好用，舒不舒服，能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。你去看 TikTok 上評論，老外從來不會討論意識形態，他們討論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。枸杞泡水多久才能出味？煮小米粥怎麼才能不糊？拖鞋買什麼材質更保暖？8段錦的動作要領是什麼？有個老外甚至專門拍了一條視頻，對比中式養生跟西式養生。西式養生是辦健身卡、吃蛋白粉、看心理醫生，1年花幾千美金，效果還不明顯。而中式養生是喝熱水、煮雜糧、練太極，幾乎不花錢，身體卻越來越舒服。他最後總結中國人的養生不是消費，是生活，不是負擔是享受。
這說明什麼？說明中國第一次不是以理念口號的形式融入西方，而是以解決方案的形式融入西方普通人的生活。以前我們輸出文化總想着講大道理，講歷史典故，結果老外根本就听不懂，不感興趣。現在我們不用刻意輸出，只是把自己的日常分享出去，反而被老外瘋狂追捧。莊子說民者實之賓也，意思是民生是實際內容的附屬品。以前我們總想着讓西方認可我們的文化，我們的理念，卻忽略了最根本的實，我們的生活方式，我們的產品，我们的解決方案。現在我們不再刻意追求名，反而成為實的強大，收穫了世界的認可。這裡再給大家講個笑話，有個老外學做中國菜，做西紅柿炒雞蛋，結果呢把鹽當成糖給放，齁得直吐舌頭，還發視頻說中國菜太難了，比學中文還難。底下中國網友調侃，沒事兒，多做幾次就會，我們都是這麼過來的。當年我們做西餐不也把牛排煎成了炭嗎？這種輕鬆的沉浸式的體驗比任何說教都管用。老外不是精神中國人，他們是中式生活的受益者，他們不是認同中國的政治立场，他們是認同中国的生活智慧，而這種認同恰恰是最持久最牢固的。可能有人會說不就是賣了點汽車奶茶衣服嗎？這算什麼輸出生活方式？我告訴大家，這絕對不是簡單的產品出口，這是一整套生活方案的輸出。這裡有個數據很有意思，2025年小紅書賽博大對仗席捲海外，越來越多的老外通過小紅書學習中文，了解中國文化，規劃來中國的旅行。甲亢哥、無語哥等海外網紅通過直播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的高鐵、智能機器人、夜市，改變了無數老外對中國的認知。有個老外看完中國的高鐵視頻評論，我以前以為中國是落後的，直到我看了高鐵350公里的時速，看到移動支付竟然不用帶現金，看到夜市的美食琳琅滿目，他才知道他被騙了幾十年。管子說倉廪實而知時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一個國家只有經濟強大了，文化才有底氣，只有產品有競爭力了，生活方式才有吸引力。以前我們經濟落後，所以只能追着西方學。現在我們經濟強大了，產品有競爭力了，我們的生活方式自然就成了世界的榜樣。這不是偶然，這是實力的必然。現在問題又來了，世界上那麼多國家，為什麼偏偏是中國能給世界提供新的生活方式選項？答案很簡單今天這個世界能同時做到技術、產能、成本、效率、規模5項全在線的國家只有中國。第一，我們有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，從電飯煲到新能源汽車，從衣服到高鐵，我們生產出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產品，而且質量有保障，價格亲民。第二，我們有最強的基礎設施，高鐵、高速公路、5G 網絡、物流體系，這些基礎設施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便捷高效，也讓我們的產品更能快速運往全世界。第三，我們有最普通的科技應用，移動支付、共享單車、外賣、網購，這些科技應用不是少數人的特權，而是普通人的日常。這種普惠性恰恰是西方沒有的。第四，我們有最接地氣的生活創新，喝熱水、煮雜糧粥、練8段錦、泡枸杞，這些不是什麼高深的創新，而是中國人幾千年來總結的生活智慧，既實用又舒服。對比一下西方他們有技術，但產能不足；他們有品牌，但價格昂貴；他們有創新，但不普惠。比如西方的新能源汽車，技術很先進，但價格動輒幾十萬美元。普通人根本就買不起。西方的移動支付只在少數大城市裡能用，不像我們哪怕是小縣城、農村都能掃碼支付。而中國的優勢就是穩定、實用，能長期用得起。我們的新能源汽車價格只有西方的1/3，質量卻不相上下。我們的奶茶價格只有星巴克的1/4，味道卻能符合年輕人的口味。我們的生活方式不用花很多錢，卻能讓人更健康、更快樂。孫子兵法說上下同意者勝。中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，就是因為我們發展始終以人民為中心，始終追求普惠可持續。我們不追求少數人的精致，我們追求大多數人的幸福。我們不追求表面的高大上，我們追求骨子裡的舒服跟踏實。這種發展理念，這種生活方式，恰恰是今天這個焦慮高壓的世界最需要的東西。所以國際化的定義權從西方東移到中國，不是我們搶來的，是世界的選擇。你今天是不是又喝冰水了？我叫你喝热水，热水，
你喝冰的。Not very Chinese of you, I gotta say. 近日，华裔博主雪莉的系列视频在 TikTok 引发了一波中式生活潮流。她在视频中呼籲大家喝熱水、喝蘋果茶、穿拖鞋等，用幽默的口吻調侃無論你是什麼種族，看到這個視頻，明天你就是中國人。她詼諧搞笑的風格使得多條視頻成為爆款，其中一條視頻播放量接近500萬，外國網友留下上萬條評論，許多人表示我剛成為中國人，我保證我明早會開始喝熱水。不少網友開始記錄他們成為中國人的日常。Okay, so I've been Chinese for about 90 minutes now, and so far these are the things that I've learned. I need to be drinking hot water and or eating soup in the morning. The new year is February 17th. So whatever happened December 31/11, that don't count. 2/17 is the new year. I need to be wearing slippers in the house. Now I do have slippers. I'm not consistent with wearing them in the house. I be going barefoot all the time, but from now on, I'm going to be wearing my slippers all the time. If there's anything else I need to know as a new Chinese person, again, I've only been Chinese for like 90 minutes. Please let me know so that I could be the best Chinese person I could be. 其實這並不是中式生活第一次在海外出圈。2025年初，中美網友在小紅書對賬時，就有許多外國網友開始嘗試喝熱水、泡茶、泡腳等一系列中式養生行為。簡單易學的中國菜肴雞蛋羹也風靡一時，許多外國網友都發布自己跟隨教程製作雞蛋羹的視頻。從曾經的談中色變到如今的主動成為中國人，這足以彰顯近些年中國形象在國際社會的轉變。這些爆款短視頻以普通人的生活日常為切口，以潤物細無聲式的文化交流，將中華文化與眾不同的一面傳遞給世界。不論是 China Travel 風潮，還是對中式生活的熱議，或許這些只是一陣短暫的互聯網流行狂歡，但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友好交流，使得中國的真實面貌逐步向世界完整呈現。透過真誠又充滿生活氣息的中外對話，越來越多外國網友開始了解到中華文化的多面性，並嘗試體驗東方文化的不同之處。正是這樣平等和諧的跨文化交流，才擁有源源不斷的生命力，持續點燃全球網友的互動熱情。最後一句話總結，也是我想送給大家的一句話：過去的國際化是西方有什麼我們學什麼，現在的國際化是中國有什麼世界學什麼。不是我們變了，是世界走到了這一步。不是我們刻意輸出的，是我們的實力讓世界不得不關注。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突然變得高級了，是世界終於發現我們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適合普通人、最可持續的。以前總想着融入世界，現在才發現，當我們足夠強大，我們就是世界。以前我們總想着跟國際接軌，現在才發現，當我們足夠強大，我們的軌道就是國際軌道。以前總想着被世界認可，現在才發現，當我們足夠強大，我們的認可就是世界的認可。說到底只要你夠強大，你連過日子的方式都會成為世界的標準答案。只要你夠自信，你連呼吸的節奏都會成為世界的潮流節拍。我是大釗，關注老友記，下期再見。